大家好，我是安卓哥。我们今天在台北球场的练习场短杆练习区，要来练怎么样在球场上发挥你的短杆效果。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在我们 TVGA 的职业选手汪聪杰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汪聪杰。那会找聪杰来，是因为其实你不要看他这样欧骂嘛，丑用，其实他的短杆是很细腻。他在业界、在球界评价他的短杆其实蛮厉害。那今天就来请聪杰来跟我们聊说，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在练球练一练，都不错。可在球场上为什么大部分很容易就是我打不到、打不准这个事情？这差别是在哪里 ？OK， 在练习场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切到球的时候，有时候可能会切到地上而反弹起来，因为其实那垫子是硬的。那我们在草地的时候，你切下去，你切身就是切身的，它也不可能反弹起来了。其实我们球友常常忽略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练习场的时候，我们的垫子的那个草非常的短，所以垫子是一个球位非常好的情况下，去做击球的。而在球场上面的时候，你没办法去控制说今天这个场务要把这个飞位的草到底切得多短。那我今天的球到底有多浮，或浮在草上，或者沉在下面，还有各种的因素。那可是，在练习场我们只练到最好的球位，而就忽略了说最完美、最不容易出事的球位。其实我们球会打歪掉之后，我们要判断我们的球位是不是好的还是不好的。那我们没有这个机会练到不好的球位，那也不知道怎么去改善，怎么去击球，怎么去解决这个事情。对，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没有释放球头？释放球头，对，切杆也是需要释放球头的，而不是只有就是切完球了之后，然后就没有一个力量让杆头可以切到那个球。所以你的杆头如果没有做释放，它是没有办法让球飞起来的。就是比如说，我们今天摆好了之后，我们今天正常，这是58度。我的习惯，我的教法的时候，我希望说，这是58度，我们就用以58度的角度去击球。那怎么做呢？等于是你的握把要在杆头的正上方。那你不能有这个往前倾的动作，这个球会让切到球会很低，会很爆冲。对，等一下，对不起，周宇伟。如果我杆头太前面，不是就是有点捞球吗？是要双手在前面。OK， 我懂安卓哥的意思。其实我们在切球的时候，我们切到球不外乎我们是让它回到原点，你的手还是会微微的向左边动，但是没有这么多。所以你今天在设定上，如果你把它设定成这么多的情况下的时候，你回到球会变成这个动作。那在切到短切杆呢，你一定要让你的杆头可以释放到球的下面。你才能切到球，在长草的情况下，你要让它抛起来的话，不外乎就是你的角度。那你今天如果杆面做的角度是比较让你的杆子可以倾斜到左边的话，那你在下杆击球的时候，那个球就会因为你的角度强势而让球变得很爆冲。你也知道，台湾的果岭其实都偏硬，相对硬的，没有错，相对硬，对，相对硬一点。不过我们还是能够让这个球停下来。如果我今天切的球可以上果岭之后，没有多余的弹跳，它一上去果岭弹跳一下就马上滚动，那种球我们简称为比较软的切球。对，我们不要切到那个球是一直跳，然后再加滚，哇，那这样子我没办法按算它的距离。那我们的停只是说希望这个球切出去的时候是有抛的感觉，有抛的感觉，它不是角度很小很低，然后很爆冲这样子。我们的膝盖在打到球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因为它变成长杆，会有一个伸直的动作。所以当你伸直的话，你的身体会往上倾，往上扬。那我希望的是可以让这个膝盖在你做好预备动作的时候，你切完的时候呢，你的重心还是一样低的，就是你要感受你的屁股是有点坐。但是膝盖是有点弯，然后重心不能摆在后脚跟哦。我希望重心是在稍微中间的偏前脚掌的位置。那这样你做切球的时候，你的身体才不会因为你的重心往后仰之后，身体往后倒。对，所以我希望的是屁股会坐一点点，膝盖会弯一点点，然后呢，你的重心会在中间偏前的感觉，然后你去做挥杆动作。那今天我在刚刚讲到膝盖跟我的脚的部分的话，重心是脚偏前的。膝盖是微弯的，所以当我有一点点小小的引杆起来，我不会决然就变成这个角度，因为这样子我们没有所谓的垂击力。那我什么叫垂击力呢？就是我们会有屈完之后呢，我们会有一个往下手腕回到原本的位置的动作。所以待会我们要注意一下，我们的杆面要不要保持58度的角度，也就是说你的手
要在竿头的正上方，哈，然后我们要切球的时候，我们要有一个上来切球些微曲腕，我们要让它往下走，哈，我要让它往下切。我要像这样感觉，这样很多人。对，所以我都会建议球友们，就是他在已经有进阶了，大概打到95杆、85杆这些都可以训练。那当你摆好的时候，我会希望你用单手。那单手的时候，我待会需要你有做一个身体的转动，搭配球杆的有点曲腕。做搭配之后，我要你有下杆的时候，这个双手力气，这个右手力气有点往回切的感觉。那当你在做这件竿头往下甩垂击它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让你的重心偏左，球杆正常角度，膝盖微弯，保持微弯。哦，对，哦，是的。那记得，请记得，切竿也会有重心转移，它不是只有切完之后手脚是不动的。就如果没有把重心处理好的，你说，我要垂，结果是直接就垂在后面。是，我们简称这叫做上下半身，有点不太协调。是，它就是我们在往左边手在往左边切的时候，在产生力道的时候，我的屁股在右边。那如果你会有一个重心没办法移转的问题的话，通常我们的正确是应该要切到球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是要有这件事情。哦 ，OK， 我的身体的释放很多。因为我们简称我们要让它抛，我们所谓让它抛的意思就是，我们的切到这个球力道不能太大，太大它就会爆冲，所以我只能就是拿高连点有比较多的慢的速度去切到那个球，而不是很快的去切到那个球。那球速就不一样，放下去之后你还是要让它过去，可是这中段的速度呢是一致性的，它不会有一个，它不是突然对，它不会就是好像我们在打球有一个。突然就手加一样感觉，它不会有，它是一个往下动作之后，这所有的过程是顺畅的。你今天如果要打比较远，你可能拿比较高，可是我的 tempo 是一致的，它不会因为你要打比较远比较高，我就突然间猛力加力，不会有。所以速度的 tempo 非常重要。OK，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要打30码的话，我们摆好了之后，我们还是会这样动作。哦，其实你的下半身几乎整个都。会动起来，对，很像球应该那样。对。哦，那我的用意是希望说，我在切完那个过程的时候，我的身体跟手是一致性的。我们要讲到前提，我们不需要爆发力，所以我不需要有一个，我不是下面出力去，对，我是希望我的身体跟手可以很违和的去做同一样事情，是，让速度可以维持，让 tempo 可以维持，而不是这个力气，就是。我想要很稳定的时候，那我不要动，我都卖叮当，不行，我是最稳的。可是反而我人稳了，我球杆没有，我的球杆的动向反而没有稳定。当然，因为我们的切杆的幅度不可能只像推杆一样，就是这么小幅度。对，它一定会拿起来幅度可能是推杆的2倍、3倍、4倍高。对，所以如果你是纯粹只有推杆，然后下盘没有动，那 OK 没问题。可是你拿起来这么高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的切球这么高的情况下，你当然是要能够让身体可以配合你的球杆的高度。除非你是切那种在已经1、2步就到锅里，那你就是只有像推杆，对，像推杆的切法，你是下半身可以不要动，是，不然大部分的短切方式都是要加一点。对，你会让你的膝盖啊也会在打到球之后同步的向左边。转，然后你的脚也会向左边转，所以这个屁股宽跟你的膝盖和你的脚都是同一个方向的。对，所以你才会让你的手跟你的身体是合而为一啦。就像你刚刚那个影片，其实看影片你是整个人就是30码，而且其实你手是速度是很慢，但是整个下半身的动作是很慢。对，那我们要速度要维持这个 tempo 之后慢的话，这个球才会上果岭更柔。这样会太多吗？速度太快手的速度太快，对。这样好多了，这样好多了。慢我也可以转，对，转多，对。所以手的速度慢的话，你的屁股会跟着变慢。不错，很软，很柔嘛，很软，对，非常柔，非常柔。
如果我就讲我要锤就，不是这样锤，对对对，这样锤只有在你的球位非常好的情况下，非常符的情况下，你要做一个超级无敌大的高抛球，才会做到这样的动作。但是其实我是要正常的打短杆，我不是要打太，而且我希望它稳定一点。所以我不会就是在摆好正常的球位上的时候做的时候，我去做我手腕很大这件事情。这件事情就在我要打沙坑或者打一个很大的高抛球，我才会做这样的事情。所以大概是，对。我现在是为什么我说你会说下半身要动，因为没有动它就。它就很难让我的手对，没有错。我们的下半身要动的话，我们的球杆才可以很正常，让这个三角形可以双手造成三角形可以往前送。是。那如果你今天屁股没有动的话，是没办法做到这件事情的。就很容易。对，很容易就变这样。是。所以我要你做，其实是只有拿起来之后回到原点之后呢，你的切出去的时候，你的杆头才可以指向你的目标。20的力道。对，再慢一点点。再慢一点。对。一样高度，再慢一点点。对，这样很好。下半身是，好，要慢。哦，这个好柔哦。而且真的这个有转，感觉差好多。对。控制方向有2大条件呐，一个就是杆面跟我们挥个轨道。对。那我们在挥击轨道的时候，它其实有点像在推杆一样。那你的上来跟下去都是要一直线，当然就是杆面一定要做正。那只要你有稍微，有些人会讲说，我切球要稍微 outside in 啊，切球要稍微 inside out 啊。我个人认为那个做法在对于一般的业余球员有一点太高级了，因为就直直好好打就我觉得你还要应该要有是。那我认为是杆头可以做这件直线的感受。杆头对。就是有些人是用手支撑住，可是杆头就是完全没有所谓的旗杆，那它就只有这样感觉，三角形。这样子的时候，它虽然有固它三角形，可是它那个球杆是怎么讲？是，它是一个圆弧的感觉，然后你切到球的时候，就是没有一个杆子的作用力让杆头去打到那个球，而是你是这样子拍到球，是用拍的而已。拍的而已。这个球完全没有任何的切到的感受，它只是被碰到，所以我会建议，如果你想要练你的方向的话，对不对？那你在练球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设定到我要切哪个方向。那现在我们已经摆了一支白色的标杆，那这标杆是指向我们的目标的。对，对。那我要你做的事情是，当我们在拿起来要准备切完球之后呢，你的杆身一定要对到这个白色的。杆身对着白色的标杆。对。那我们切到球，有些球友会觉得说，我是不是应该要把这个杆面呢，一直维持着向前？杆面不要转它。对，会不会比较直？是，没有错。但是不对的事情，我们的杆面在打到球之后，通过完球之后呢的出去那个点呢，大概只有维持杆面方正，约莫出球后的大概30公分左右。这个30公分是真正的要点了啊！你这30公分做任何的杆面的盖啦，或是你这在有点凹三印这样切球啦，或是inside out都会改变到这个球飞出去的方向。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想要担心它打太大，担心它打太小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加工的时候就死在那边。所以在切球的时候，像有些球友会想要去做我们刚刚讲的杆面一直维持。那他就会，他切到球就会杆面已经变开。那他想说杆面变开那怎么办？那我凹三一点点好了，我降下来，变正的，可是它就变里面去了。OK， 对，所以这个轨道已经变了。那很多人认为是，当你拿下来的时候，就不应该用手腕把它切回来。那也有一条就是，你就都不要放那个贵州啊，是。那我的这个锤击的方法，它必须要有一定的草量。如果今天它在一个完全像这个光秃秃的话，假设我们这样挖都没有草量，这个是完全不行的。它就真的不太适合这样。对。那这种东西，这种不是这种东西，这种球位的话，你可能只能拿什么9号啦、P 啦，用拍的啦，或者省你的鸡腿啦，来用推的啦，去降污这个失误率，因为它已经没有草了。
可以试看看，让你的杆头再回到原点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到这边的时候，回到原点，然后再伸直松一点点，这样感觉，对。对着这一根是，让你的杆身打完之后，可以对着这个白色这个杆身走，哦，再往前一点点哦，有点往内走，哎，对，很好，对着旗子，再往前走一点点。哦，好多了，不错。哦，对，好多了。这杆头超一个往前放的感觉。对。而且打到球感觉不会这种卡紧。对，那因为我们先切到了这个球的下方。那我们今天在比较长草区的情况下，我们要切到这个球的话，如果我们的仰角，我们的杆面没有维持在正常的角度，它就会是。对。其实我刚练一练哦，我觉得练的感觉都蛮好的，但是偶尔还是会有失误。那我想知道，就是像一般我们在球场上短切遇到是最热，就是第一个是挖地瓜，就是我打到后面，就像我打到后面是。那像一般挖地瓜的话要怎么处理？假设我真的突然出现挖地瓜了，我是出现什么状况会发生这样的失误？出现挖地瓜的时候，是因为我们的重心都没有移到左边去，那通常都是在比较是站好之后就这样感觉，重心在右脚，身体往后倾。对。那身体往后挤，你也没有旋转，所以你的左手也会拉起来。所以我希望的是，你在摆好的时候，如果发现突然挖地瓜了，那有一个改善的方法，就是我们要让站位去调整一下，等于是你摆好位置之后，那你一定要摆稍微偏右脚一点点哦，球位摆偏右脚一点点，大概在右脚大拇指的左边。那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是，你要把你的右脚稍微站好之后往后颠一点点，就是大概在左脚半个脚这里，的右侧这样子颠起来。好，现在你就会感受到你的所有重心都在左脚，因为右脚右脚没有办法，所以你已经发现这件事情，就是你的右脚会站得太死，它没办法让你重心过到左边去，那你就可以颠起来。那颠起来的时候，我要你感觉到，你待会切到球的时候，你的重心会转向，会转向过来。所以会很顺畅，就是你摆好之后会有一个转向，然后球，我再示范一球，所以我现在刻意的把这一个我的握把把它摆到后面来，那这也是我从泰国人的招式衍生的哈，所以当我要切到很高的球，我并不会把杆面整个打开，我会把这个杆面往后躺，然后呢打开只是你是要增加 loft 增加角度，没错，然后因为杆面这样是方正的，那我在摆好的时候，我的球会中间稍微偏左一点点，对，但我的重心还是在左边，对。那我们在切的时候，我还是会有一个小小的曲完之后回到原点。那回到原点就不会像刚刚那么多，因为我在设定的时候是让我的握把蛮在杆头的右方后方这样子，对。所以我切的时候就会有一点这样感觉。对，那它滚动的距离就比较少一点。那你在调整高度的时候，就可以把你的球位稍微摆中间或偏左一点点。然后摆好之后呢，让这个杆子啊的握把稍微往后躺一点点，但重心还是在左边哦。哎，对。然后你也可以稍微把它握短一点点，会更好处理。对，很好。好，那待会呢，你切法一样是通过那个球，就维持下来的时候是有点，就是左手有点内凹的感觉，它球就会飞高起来了。就是有点内凹，就是让它过去。对，稍微降一点点就好了。降一点点就可以了。然后维持这样的感觉。好，对。有了，高起来了。对，一点点而已。其实我觉得有点打后，但是方向是，而且它是有。那刚刚你因为切比较深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刚刚是棒子帮你作用力。有，我觉得我打后，但是球还是有。是，它是棒子，你的棒子是因为在后面用到棒子。如果你今天是前端先着刚刚那个地，它是完全会卡住的。就挖地瓜。是。所以其实虽然我刚刚算有点打后过去，但是因为我是这样子着地，我有回来，对，不是直接下来。你想象就是一个盾的位置，就是下面是平的，切到地上它会滑过去。跟下面是倒角、立角，像这就是立角，这样挖的，对，这是立角，然后直接这样砍到地面上，那 OK， 一样切失误，可是会有不同的结果。像你现在是在哪边教球？我现在目前就是在王朝，板桥的王朝，或者是
大直的蓬莱。所以平常你就是你学生上课，你也会带他来这边练习？会。是我如果需要有真实的推杆，然后他可以爬得起来 ，OK， 那我们顺便可以打小球洞。哦，对，那这样蛮好，这是一个一连贯的东西啦，因为我不想要就是切完然后推完，结果没有实质运动到，那对于学员来讲就是要再浪费一堂课啊。哇，这样不错耶！看到这些草，就是球浮在草上，或是埋在草里面，然后当你看久习惯的时候，你就不会有恐惧感，就不会。然后至少你知道说，我大概要发生什么事哦。对，不会说看到之后，怎么办？OK， 对，就会想说我一定要怎样开始想东想西，就开始出事。至少你有经历过的情况下，在真实的案例，所以你就会把它纳入成一个经验。那如果你可以从当中学习到你的杆头可以往下释放的话，我相信会更好。